觉醒来，你放弃舔了7年的校花，转头盯上了你曾避之如蛇蝎的病娇女财阀，并在她阴冷的脸上狠狠吧唧了一大口。都重生了，谁还选校花呀？此刻楚幼瑜缓缓睁开眼睛，眼前的画面以及身体上的触感让她呼吸都忍不住颤了颤。自己居然睡着了，而且昨晚没有发病失控。可她此刻根本无心去思考那些，熟悉的气息将她团团包裹，她几乎惊喜的不敢动弹分毫。她怕这是一场梦，梦醒了又是你隔着自己几个人的距离，蜷缩在床边背对自己的冷漠背影。幼瑜你醒了，两人距离这么近，你怎么会感觉不出来女人娇软的身体此刻紧紧绷着，明显就是已经睡醒了。楚幼瑜不知道的是，你几乎一夜无眠，抱着睡沉过去的楚幼瑜怎么都看不够。睡着后的楚幼瑜像只人畜无害的小奶猫，靠近自己，闻到自己的味道便跟打了导航似的往自己怀里钻。自己强撑着多大的自制力，才忍住把他弄醒的念头。自己的幼瑜已经好久没有睡过那么香了，你不忍心打扰她的美梦，放开戒备的女人纯真无邪，惹人怜爱，哪有白日里生杀予夺和阴冷嗜血的模样？自己上辈子一定是瞎了狗眼，才会为了柳如烟那个贱人放着这么一个病娇大美人不要。而此刻楚幼瑜睁开眼，眼神有些怯生生的，似乎怕自己在你怀里醒来会被扔掉踢开。掌握金氏商场生杀予夺大权的病娇女总裁，好似把你当做了天。作为男人，你确实忍不住有些自豪，但这是不对的。楚幼瑜这样只是怕失去自己，自己应该给她更多的安全感，而不是以此为荣。你觉得该提醒六楚起床了，还有很多正事等着他。可下一刻你就被清醒后，宛如吐着蛇信子的美杜莎一般的楚总压了回去。女人银白色的卷发披散开，宛如一朵盛放的毒花，不仅引诱着猎物，也霸道的要将猎物直接吞噬。楚幼瑜根本无法遮掩自己的渴求，不管你是不是依旧在自己身边委曲求全演戏，自己栽了，栽得很彻底。除了信任他，什么都给这个男人了。阿凡，我饿了。女人沙哑的语气却带着上位者不容置喙的命令。下午2点，楚幼瑜神清气爽地走出房间，她整个人宛如吸饱了营养的花苞，仿佛下一刻就能肆意绽放。在门口等着团团转的徐管家都要感动得哭了。天哪，大小姐已经好久没这么笑过了。紧接着主卧的房门再次被人颤颤巍巍地推开，你一个正值壮年的大小伙，此刻居然面容枯槁，唇色苍白。姑爷你没事吧？还行吗？老徐故意坏笑地凑上来，你说呢？自己当然有事，事儿还有点大。你感觉自己快不行了，但男人的尊严在这一刻发挥出强大的意志力，那就是男人不能说不行。楚幼瑜走下扶梯，嘴角的弧度并未收敛，虽还给人一种可望不可及的距离感，但还是让人察觉到她今天多了几分温润柔和。大小姐午好。客厅里佣人保镖们站位整齐，楚幼瑜瞥了众人一眼，淡淡嗯了一声。佣人保镖们愣住了，冷傲冰霜的大小姐居然回应他们了。平日里楚总眼神总透出一种淡漠的感觉，仿佛与这个世界毫无关系，处理公务的手段更是毫无感情，如冰冷的数据系统从不通一丝人情。玫瑰庄园很大很奢侈，但在陈凡没有被抓来这里囚禁之前，却根本没有一丝烟火味，连徐管家都只能死别本性。而那个男人来后，虽说梁月庄园5天一大闹，天天一大吵，但好歹多了几分人气，连生人勿近的楚幼瑜也鲜活起来。只是楚幼瑜不会给任何人亲近自己的机会，除了那个男人。然而保镖们惊掉的下巴还来不及捡起来，就又看见金尊玉贵的大小姐居然亲自去了厨房。王妈赶紧阻止，大小姐，厨房这种地方不符合您的身份，您需要什么直接吩咐我们就好。不用给他的，我想自己来。楚幼瑜口吻很淡，但却无意间染上温柔。王妈惊呆了，就这么看着楚幼瑜有些生疏的亲自盛了一碗生蚝粥。你来到餐桌前，只见养尊处优的楚大小姐亲自将一碗生蚝粥推到了自己面前。你咽了咽口水，不会现在楚幼瑜给自己补完身子就得直奔战场吧？你不喜欢？楚幼瑜见你欲言又止，分明不想喝这碗粥，所以果然自己为阿凡准备的一切，阿凡都还是会打心底里抗拒吗？思绪翻滚，楚幼瑜蹙眉凝眸，一种难以控制的毁灭欲席卷她的每一寸神经。她极力克制，想要披上一层温柔美好的皮囊掩饰自己的不正常，但白皙的手背上冒起的青筋还是出卖了她的情绪。自己本质上就是个恶女，蛇蝎怪物，也难怪阿凡会嫌弃自己送上的粥。玫瑰庄园里的佣人瞬间如坠冰窟，老天爷嘞，这才和平相处了几秒，又要爆发一场恶战了。徐管家第一时间上前，动作凌厉地将餐桌上的古董花瓶给撤走，其余佣人们也先把家里易碎的宝贝们哭哭往库房里搬。你曾经淹没在对楚幼瑜的恨意里，从来没注意过玫瑰庄园的佣人管家的举动，此刻看着大家藏玉器的样子，头顶飞过一行乌鸦。不过现在不是看戏的时候，真正的主战场就在自己眼前。你见楚幼瑜明显误会了，赶紧温柔地解释，媳妇亲自给我端来的，我怎么可能不喜欢？我只是有些受宠若惊，你是我的妻子，应该是我照顾你。你一边说一边观察楚幼瑜的表情，在你解释后，楚幼瑜眼底的杀气散去，取而代之的是局促与无措，像个做错事的小女孩，但又被你的一颗糖哄得付出所有信任。你心里刚刚还在打鼓，此刻却也有些手足无措了。楚幼瑜也太好哄了，只要自己乖乖待在他身边，变成了他的独家安定剂。为了打消楚幼瑜的顾虑，你端起碗直接把粥全喝了，然后起身去重新盛一碗，将粥细心的吹一吹，再送到楚幼瑜的嘴边。乖了，放心，幼瑜给的一切我都很喜欢，当然最喜欢的就是我们家幼瑜了。你曾经最厌恶和楚幼瑜这个随时失控的病娇大魔头相处，但最近却发现楚幼瑜只是需要自己陪着，轻言细语哄一哄，他就跟托儿所里的小孩一样，只是怕被抛弃，没有安全感而已。只要自己对他一点好，楚幼瑜就能开心好久好久。这个中午，楚幼瑜乖乖被你哄着喂了2碗粥，他胃口很小，且本就有厌食症，这已经是他这个月进餐最多的第2次了。上一次是喝你亲手熬的汤，而你实在是虚了，恨不得把满桌的海参当饭吃，又喝了2碗鸽子汤，这才停下。为了幼瑜的幸福，自己也得固本培元。你看了一眼时间，一晃已经下午了。这时手机恰好亮起，宋杰的消息轰炸传来：爹，你可真是我的爹啊！今天这么着急的日子，你都能不来学校？校委会的处分马上就下来了，下午3点，校长要亲自宣布将你开除学籍。华经大建校100年，可从没哪个学生受过那么大的处分，而且往年将学长的实验品毁坏的学生也有，都没到被开除学籍的程度。这明显就是李浩对你公报私仇。你看完消息说不着急是假的，你可不想跟前世一样沦为整个华经大
史上的耻辱。你主动询问幼鱼，我下午要去学校一趟，幼鱼你可以亲自送我去吗？楚幼鱼既然没有安全感，那么自己就用实际行动给他安全感。主动汇报行程是信任的体现，主动邀请更是为了打消他胡思乱想的念头。楚幼鱼坐在一旁，自然看到了短信内容。阿凡想在华金大留下他挥挥手指就能做到，但自己骨子里的私心与卑劣，让他只想阿凡被开除后无路可去，只能陪着自己，天天与自己缠绵在一起。他不动声色脸眸，绝不能让阿凡发现自己这恶毒偏执的心思。然而阿凡居然邀请自己去送他，即便只是送，不需要再陪他其他。可心里的小鹿还是突然失控地撞了撞他。楚幼鱼手微微颤抖，深邃清冷的眸子里倒映出几分难以置信。可以，他听见自己嗓音也有些颤。我们幼鱼真乖，爱你。你因为太开心，还伸手宠溺地揉了揉楚幼鱼银白色的长发。楚幼鱼表面上淡嗯了一声，实则耳间的红晕再次出卖了他永远为你颤动的心。他说爱我，自己这样的怪物真的能配得到爱吗？你觉得他正襟危坐的模样有些好笑，俯身故意凑近，老婆愣着做什么？我说了爱你没有什么奖励吗？男人清冽的气息扑面而来，对楚幼鱼来说充满十足的引诱。可你的话又让楚幼鱼的心绪犹如过山车，奖励又是要求什么离开的手段吗？然而这次你没有给楚幼鱼任何胡思乱想的机会，猝不及防地吻住他。楚幼鱼懵了，此刻只觉脑袋中有什么在轰然倒塌。凉月庄园众人不可置信，天要下雨，娘要嫁人，陈凡倒反，天罡强吻并交。楚幼鱼挥挥手，现场不过30秒不到，就只剩下你们彼此。楚幼鱼起身将你推到餐桌边。阿凡想说，刚刚那个蜻蜓点水是奖励，这一次楚幼鱼用实际行动告诉你，要哄他可以很简单，也可以是地狱级难度。楚幼鱼亲自驱车将你送到华京大侧门，不过天下没有免费的午餐。下车前你又被狠狠索吻，苏麻杆直冲天灵盖好几个来回，这才拖着虚弱的步伐缓缓往校内龟速移动。你进校园没走2步就被认了出来。昨天你开顶级超跑辱骂校花柳如烟的视频被人拍下来发校园贴吧，涉及豪车美人热度高居不下。柳如烟作为华京大公认的校花，美貌毋庸置疑，追求者自然数不胜数，而且竞争激烈。现在你没开跑车走在路上，仿佛实锤了昨天的跑车和所谓的美人都是租来的。加上华京大刚公布对你的开除处分，此刻的你真成了过街老鼠，哈哈哈！这不是昨天还开顶级超跑来学校装阔的陈少吗？怎么赚的那点窝囊费全都搭豪车租赁费里了？现在只能跟条落水狗一样灰溜溜来学校接受处分。啧，为了吸引我们校花如烟的注意，竟敢羞辱她，谁给你的脸啊？李云祥带着几个同学故意拦住你的去路，他们都是李浩的走狗。李浩是柳如烟的追求者之一，也是最执着最热情的一个。他是学校某高层的独子，在学校里向来是横着走。柳如烟校花的名头少不了他在全校暴力拉票的助理。李浩正读大4，准备保研的实验品被毁坏，而你又愿意替吴姐陈仙云顶罪。他早就因为柳如烟的关系看你这个杀马特舔狗不爽了，这次可算逮着个大的，当然不会善罢甘休。那真是陈凡吗？他这几天去整容了吗？见眉星目，穿个简单的白衬衫都这么帅，这颜值身材上来了，看上去倒还真跟校花柳如烟挺配。啊呸！陈凡这种穷酸货也配攀扯我们如烟？听说他舔了如烟好几年了呢，也不撒泡尿照照自己什么蛤蟆样，可惜了，有人用尽积蓄装逼一次，只能换来终身内向冷。周遭看戏的学生不少，你懒得理这群二货，迈着长腿径直与李云祥等人擦肩而过，根本没把人放在眼里。前世自己为了逃出楚幼鱼的掌控，在玫瑰庄园里练习过武术、散打、拳击等。楚幼鱼见你感兴趣，直接让训练有素的楚家保镖们给你练手，最终你1打4都没问题。要继续练下去怕是，只不过你练得再好，也不过是满足楚幼鱼私欲的一个更强壮有力的玩偶而已。于是你破防了，练不下去一点，但就那些眼下也够用了。目前他的身体机能还没练到前世巅峰状态，但凭借技巧，眼前这几个还真不够塞牙缝。见你云淡风轻的就要略过他们离开，李云祥哪能让你如愿？正打算找麻烦，不远处传来一阵嘈杂声，只见柳如烟被人群簇拥着走来，李浩就站在他的身边，昂首挺胸，一副骑士姿态。不过在看见你的脸后，李浩脸色难看。陈凡一个没人要的小垃圾，居然敢比自己这个细草还帅。陈凡，你是要去行政楼拿被开除的文件吧？本学长好心给你带来了。你瞥他一眼，用脚趾头想都能知道这狗没安好心。果然你还没动，李浩就将文件一把扔在地上，挑衅一笑，差点忘了，陈凡啊，是你摧毁了本学长的保研实验品，耽误了我保研，只是开除也太便宜你了。那么我就赏你跪下给我磕30个响头，再大喊我是垃圾，绕学校裸奔10圈，如何？这话羞辱意味就太足了。陈仙云刚到学校就见你被人群包围着，他着急破开人群，就要直接去拉你的手臂。陈凡，你现在就跟我走。阿宇他，你侧身避开了他的触碰，让他差点在众人面前摔倒出丑。你毫不意外陈仙云的出现，前世自己就是为他顶锅才被开除和羞辱的。可他突然出现的第一件事是又拉你去给陈宇输血，你想挣脱，告诉吴姐他不想再顶罪，不想被开除。可陈仙云却突然叫了自己一声阿凡弟弟，算吴姐拜托你，阿宇跟妈妈还等着我们呢，好吗？那时候你就又心软了。回秦家后5个姐姐换陈宇、阿宇，换自己却从来都是全名，甚至连一声弟弟都不愿意叫，更别说一句拜托。为此你心甘情愿被陈仙云带走，也彻底失去辩解摧毁保研实验品的机会。但这次自己才不会那么蠢，见你居然躲闪陈仙云，当即怒了，但又想起阿宇还需要便宜弟弟，想着哄哄你算了。阿凡弟弟，算吴姐求你了。你平静地注视着眼前的女人，原来从前她就是以这样戏谑的目光诓骗着自己去献血。你后退一步，划清界限的冰冷抗拒。这位同学请自重，我跟你没什么关系，更不是你弟弟，别上来就乱攀关系。自己已经跟陈家彻底决裂，这话没毛病。陈仙云有些不爽你在那么多人面前驳他的脸，便习惯性不悦的教训陈凡，别逼我在那么多人面前扇你，我是你吴姐，我要你往东你就绝不能往西。说着他又要上前去抓你的手臂，你侧身再次冷漠避开，只是这次你找准了角度，在陈仙云扑上来时伸出脚，直接将陈仙云一把绊倒，恰好摔在了你被开除的文件上。文件还没签字不构成生效。李浩在说谎，校委会虽一致决定开除自己，但校长还没签字。可前世自己被陈仙云拉走抽血后又昏迷了，养了1星期，回到学校后一切已成定局。陈凡，你居然敢绊
倒我，反了天了！陈仙云忍无可忍，却见你一脸风轻云淡的掏了掏耳朵，那又如何？同学们懵了，陈凡莫不是被开除文件下风了吧？好了，我没工夫搁这儿陪你唱大戏跳大神。李浩的保研实验品是你摧毁的，跟我没有任何关系，这次我不会给你顶罪了。陈仙云，被开除的人应该是你，替罪这种丑事被公然揭开，陈仙云难以置信你竟对他这么无情，我可是你的亲姐。不过下一刻他的注意力停留在手底下的文件上，看着上面控诉你恶意毁坏保研实验品的事，陈仙云愣住，自己虽不学无术，在学校经常闯祸让便宜弟弟背锅，但那都是小打小闹，大不了就是烈日下罚站，打扫一整栋实验楼这种体力活而已，那也是便宜弟弟心甘情愿背锅的。可眼下这个，他想起1周前陈宇和如烟特地约他去参观华京大的实验室，确实不小心碰倒了一个什么仪器，但当时阿宇安慰他只是个无关紧要的仪器而已，他会跟老师解释的。可为什么现在却是陈凡被开除这么大的处分？陈仙云突然看向柳如烟和李浩，目光忍不住晦暗复杂了几分，自己再怎么厌恶这个便宜弟弟，也不屑去做毁掉他前程这种恶事。可便宜弟弟冷硬又带着敌意的态度，也让陈仙云拉不下面子去解释。柳如烟见此，赶紧上前将陈仙云扶起来：“五姐，你没事吧？陈凡，我知道你遭遇变故回不了陈家，还面临被开除的事情，压力太大，所以情绪失控才会攻击身边人。可你也不能毫无证据的栽赃陷害五姐啊！你这样的人品，我一时间真的无法接受你的求爱，实在抱歉。”柳如烟温柔的谴责开口，但每个字句都在引领着众人误解扭曲你的意思。众人恍然，原来你是受刺激把自己给刺激的精神失常了，活该！一个神经病也配向校花求爱。柳如烟前世能跟玩狗似的把自己玩得团团转，不是没有原因的。她确实很会拿捏人心，只是柳如烟没有注意到，被她扶起的陈仙云脸色却越来越难看。陈仙云难以置信地看着柳如烟，目光晦涩冷寂。他看向你，愧疚之意蔓延。陈凡，我没有。这是一个西装革履、大腹便便的男人，生气地拨开人群，都干什么呢？校委会的文件谁偷拿出来的？陈凡人在哪？让他立刻来校委会。我教书育人几十年，还真第一次见过这么坏的学生。毁掉学长的保研实验品是其一，竟还敢偷拿他人成果冒领金奖。原本看在陈凡是以是状元的成绩考进华京大的，还想给陈凡机会让他留校察看一段时间，现在必须开除学籍，这样的毒瘤他们华京大庙小容不下。霎时吃瓜群众们整齐分开一条道。你一脸人畜无害的朝许主任招了招手：“许主任您找我，你就是陈凡。”许主任打量了你一眼，长那么帅，心却那么黑，真是人不可貌相。我是许主任，我要举报。校委会的文件是李浩偷拿出来的，他还说他爸是李刚校内随便刚。许主任您惹不起，可别追究了。吃瓜群众齐刷刷倒吸一口冷气，李浩脸色大变，差点被气吐血。分明陈凡才是马上被举报到消耗的那位啊，现在竟反手还举报起自己来了。陈凡，你少血口喷人。主任我没有。李浩脸色大变，他确实以老爸副校长的身份仗势欺人，但许主任的儿子可在纪检委任职，他平日见着这位都得绕道走。不过以陈凡的身份，他从哪儿知情的内幕？你是没有偷拿校内密档文件，还是李刚不是你爹啊？你挑眉恶劣的开口，关你屁事！李浩怒不可遏，可许主任在他只能憋着火气，心里盘算着等你被彻底开除，他再找人把你拖小巷子里打一顿。李浩，如果确有此事，我会亲自给你记过警告一次，你爹是玉帝都没用。陈凡，你先别急着笑，你才是最大的毒瘤，是我带过最没底线的坏学生。许主任毫不徇私。李浩心道完蛋了，他爹非得抽得他掉2层皮，这都是拜陈凡所赐。此时许主任忍不住头疼，陈凡是学生会会长，而且经常参加各种比赛拿奖，他对他印象不错，可出了冒领金奖的事儿，他就不得不查一查以前陈凡拿的那些奖是不是也有问题。这件事牵连太大，要是属实，陈凡必须被开除。走，立即跟我去校委会，我现在打电话把你家长叫来，就不信没法把你这毒瘤给掰回正道。你挑眉，主任可别啊，我没家长更没家人，我户口本上就我一个人，一人吃饱全家不饿。众人不由看向陈仙云，你是被找回的陈家珍少爷，这事儿在校内不是秘密，这陈家亲儿子都被找回家好几年了，还没合并户口的。陈仙云被各种试探和质疑的目光包裹，一时间也没法再公然提让你去输血的事儿，而且便宜弟弟明显误会自己了，他忍不住蹙起眉。陈凡，你别无理取闹了，保研实验品摧毁的事儿确实是个误会，阿宇说好要去给教授解释的，可他身子一向不好，想来是无意间耽误了这件事，让你顶罪受了委屈还面临开除，是我不好，我这就跟你一起去校委会解释清楚。你眉目冷淡嗤笑一声，为我澄清是你这个始作俑者该做的，少一副委屈推脱的口吻。你属塑料袋的那么能装，让我顶罪的事情你做的少吗？逃课作弊整蛊保安人员等等，桩桩件件我替你受罚。雨夜里罚跑30圈，去每个系轮留念检讨丢人现眼。陈仙云，这种日子老子受够了，而你恶心的嘴脸让我生厌。你态度冷硬刺人，让陈仙云羞愧的开不了口，他只觉得呼吸间有种刺痛针扎一样刺进他的心口，绵绵密密的痛让他几乎呼吸困难。原来自己居然在无形中让陈凡背了那么多锅，为自己受了那么多惩罚。自己确实顽劣叛逆不学无术，但作弊和整蛊保安自己确实没做过。陈仙云还想解释什么，但触及你冰冷刺骨的眼神，脚就跟粘在地上了一般抬不起来。对这个弟弟自己确实太过分了。这时手机响起，是条妈妈发来的语音。陈仙云按下播放，小五怎么还没把陈凡带来医院？阿宇就是被他克得体虚多病，听说陈凡还占了我们阿宇的科研成果冒领金奖，这个野小子在家里小偷小摸，在外道德败坏，简直就是我们陈家的耻辱。早知如此，我生下来就该把他掐死。好在他还能给阿宇输血，这也算他在我们家最大的用处了。对了，你既然去了学校，就直接去校委会举报陈凡偷荣誉的事，还你阿宇弟弟一个公道。至于陈凡被开除，正好可以去捡垃圾为生，让他在外吃尽了苦头，被社会拧弯脊梁骨后，自然会求着回陈家。语音声音不大，但离得最近的你将每个字都听得一清二楚。从前自己一定会心痛，得不到爱的孩子一生都在渴求亲情，哪怕跪下去求一点温暖也愿意，但自己呕心沥血的付出，只凝成了亲人从自己身上挖肉吸血的工具，太可笑了。陈仙云回过神，看向你一脸冷漠的表情，有些为难。但母亲说的对，便宜弟弟早就在底层学坏了，即便替自己顶罪又如何，并不代表便宜弟
弟弟不会犯那些错，只是他没被抓到而已。而且就算李浩的保研实验品摧毁一事有待追究，但便宜弟弟偷换阿宇的科研成果，将荣誉据为己有的事却是千真万确。他不该心疼陈凡，这个弟弟骨子里就是个天生恶种。陈仙云抬眸死死盯着你，嗓音沙哑的质问：陈凡，我让你顶罪确实是我抱歉，但阿云的科研成果是他拖着病体熬了1个星期做出来的，你心肠怎么那么歹毒，连一个病人的成果都不放过？陈凡，你太让我失望了。你笑了，只是笑容却比任何一次都要残忍冷漠。我没有，是陈宇撒谎，金奖是我靠实力拿下的，我可以用任何方式自证，但我要是证明出我没偷荣誉，也没弄坏李浩的保研实验品，那污蔑我的同学又该怎么处理呢？此刻万众瞩目，万众唾弃，可你却仿佛一盏独树一帜的孤帆，桀骜冷肃的眉眼衬出一身清高的骨，一时间让人根本移不开眼。众人赶紧揉揉眼，陈凡还是那个人人喊打的老鼠吗？不过比起陈宇这样温柔天才的贵公子，虽一母同胞，但却云泥之别，如何抵死挣扎，他也绝无翻身的可能。徐主任已经越听脸色越难看，华京大居然出了那么多纪律漏洞，还都全漏一个人身上了。陈凡，要真是我们大家误会了你，我会亲自向你道歉，带头举报你和污蔑你的同学全部记大过。如何？不够，我要他们档案上全烙上华京大的黑印。黑印是对一个学生最大的惩罚，档案会跟随人的一生，而黑印则代表曾校内犯罪的污点，全球知名企业都会永不录用。这惩罚实在太重了，吃瓜群众们也懵了，直呼你疯了。陈凡，你哪来的脸要自证清白啊？人家陈宇的科研构图手册还有实验步骤图解的细则都在我们如烟这里保管着，而你什么都没有，怎么证明你才是设计者？偷就是偷，那才是一辈子都洗不干净的污点，赶紧承认吧！华京大不欢迎你这种阴沟里的老鼠。于倩不屑地看着你，昨天你让他颜面尽失，那今天他就要将你踩入谷底。倩倩你怎么能？阿宇都说了陈凡是他的哥哥，让我们一定要保守好这个秘密的。柳如烟一脸责怪地看向于倩，陈凡啊陈凡，让你昨天故意羞辱我，那就别怪我用你给我的纪念图纸将你一军。众人纷纷附和，咱们校花如烟也太善良了，陈凡怎么敢赌的呀？把自己赌沟里了吧？被赶出华京大就是你小子的宿命。会议室内，徐主任把涉事学生都遣到一起，顶罪和冒领大赛荣誉的行为都是华京大的纪律大污点，事关重大，必须查清和重点处理。陈凡，柳如烟同学交出设计图纸细则，我已经亲自检查过了，与设计成果如出一辙，你还有什么话要说？陈宇同学身体不好，趁人家病，你要人家的命，你这种学生根本不配在我华京大待下去，该在学籍上被烙黑印的人分明是你。系主任猛地一拍桌子，他很欣赏科研大赛的金奖作品，谁知居然是被人冒名顶替的。陈凡，你现在就将奖金2万块交出来，做人要有羞耻心，不属于你的东西就别恬不知耻的占为己有，好好一个学生良好的品行全被金钱给毁了，交不了，已经花了。你摊了摊手，一副自己也无能为力的姿态。陈凡，原来你昨天开超跑装逼，故意吸引我们如烟注意的钱，是拿冒领陈宇荣誉的这2万块干的，空手套白狼，算是被你玩明白了，简直太没下限了。难怪陈家不愿承认你，你这种败类扔大街上都是人人喊打的货色。李浩趁机落井下石，一个穷狗还妄想得到校花柳如烟的青睐，你也配？